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老公拿我的钱养他嫂子和嫂子的2个孩子，被拆穿后，振振有词说是他的责任。既然如此，我停掉副卡，不再无条件地给他提供物质基础。你想去负你的责任，老娘可不陪你玩了。叔叔，我想买这个。周末难得陪周成回了趟老家，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刷手机，就听着他侄女撒娇似的说话。周成兄弟2个，家里就这一个侄女，剩下的都是男孩。他向来疼周圆圆疼得很，果不其然，学习用的，那买2个，给你弟弟带1个。周圆圆还有个弟弟，也就是周成的侄子，叫周亮。他一开口，我就听到周圆圆声音中似乎都带着笑。好，亮亮肯定很开心，谢谢叔叔，叔叔最好了。周成被哄得心花怒放。我听到了支付成功的声音，我走出房间，看了眼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周圆圆，脸上挂着笑。圆圆买的什么学习用的？刚好李李今年也要上学了。我看看，周李是我和周成的孩子，唯一的孩子。我往沙发上一靠，视线转向周圆圆，一边招呼他，一边余光看见周成默默地把手缩回去。李李还小，用的不是一样。他状似若无其事地收回手机，话音未落，周圆圆直接把手机页面杵到我面前。婶婶，书包而已。我看着页面上大5位数的价格，书包而已。周成刚刚怎么说的？买2个，那加起来得有个小6位数。我的表情有些僵，或许是看我没说话。周成看了眼我，又转而摸了摸周圆圆的发顶。圆圆，你去玩吧。他们几个男孩子在外边疯跑，周成让周圆圆也过去和他们一起玩。等到周圆圆一走，周成立刻凑过来，他的语气有些讨好。老婆，他一个小孩子开学想买个好点的书包，我当叔叔的总不能拒绝。别生气呀。他半拥着我，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看我没动静，又慢慢起来，开始给我捏着肩膀。客厅里就我们俩在，我叹了口气，想要和他讲道理。周成，我知道你疼他们，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李李今年要上学，我都没舍得给他买这么贵的书包。你倒好，一下送出去2个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多生气。周成兄弟2个，他大哥初中辍学，父母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周成身上，给了他很大的压力。他从毕业开始就担着一家人的生活。我公婆不止一次的当着我面前说，让周成以后帮着点大哥，他们都是一家人。我是独生女，自小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都是富养，也没觉着什么不对，一家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再加上周成嘴甜，一口一个老婆的哄着，我软下态度，得了，这次买就买了，下回看着点价钱，小孩子不能这么惯着。你现在给他买这么贵的书包，等以后他还要别的奢侈品呢。大嫂不上班，大哥又没有这个能力。不知道说到什么，周成给我捏肩膀的手一顿，他背对着我嗯了一声。原以为这不过是小孩子上学前的一个礼物，我没怎么放在心上。李李开学1个星期，我和周成的衣服平常都是直接走店里定做衣服，那边设计师给我发了过来几件刚刚时装周下来的新款。今年公司那边有几个重要会议，我打算给周成多订几件。我起身到书房找他问问款式，他不在。书桌是我俩共同办公的地方，一般来说他不在的时候都是我在用。我想着顺便可以看看公司的年度报告，坐在办公椅上，电脑上登着微信。我坐下的同时就听着消息提示音，是周圆圆。叔叔，
你上次答应给我买的芭比娃娃，我选好了，叔叔直接给我买了吧。”这条消息很快被链接盖过去。周成的手机不在，估计被他拿走了。我挪动键盘，顺着链接点进去，是某品牌联名限量款，一个芭比娃娃就13万多。我气笑了，合计这小侄女是拿周成当冤大头了呗。书包至少还能算上学习用品，她今年都12岁了。芭比娃娃除了摆着好看，有个屁用？周成绝对不会给她买的。不等我插掉消息框，周成回消息了，用手机。圆圆，你现在马上升初中了，学习为主。再说了，这个芭比娃娃是不是有点贵？我靠在身后的椅子上，单手杵着下巴，看吧，我就知道个屁。但是叔叔，你上次给亮亮买的乐高积木比芭比娃娃还贵，我就是喜欢这个，求求叔叔了。我手上一个没稳住，胳膊直接砸到椅子把手上，疼得我嘶了一声。再抬头看屏幕，周成已经妥协了。好好好，叔叔给你买了，等着收货就行了。好好学习呀。下边附了张付款成功的截图，仔细看尾号，用的还他妈是我的卡。我看着特意用银行里调出来的付款记录，眼前有些发黑。周成从厕所出来，估计没想到我也在，他惊愕的原地停了几秒，面色恢复正常。老婆，怎么了？这种粉饰太平的淡然。我顺手把平板递过去，另一只手不动声色地把微信聊天页面插掉。给你订衣服，你自己选款式。他没发现不对，笑眯眯地过来要亲我。谢谢老婆。我就知道老婆最好了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会觉着这是对我的爱和尊重。这会子我总算察觉出不对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我装作往外走。你自己先看吧，有合适的就发过去。等走到门口，我突然转身，对了，今天不想吃阿姨做的饭，我的手机放楼上充电了。你的手机给我订个外卖。周成没多想，把手机递给我。客厅里，李李在玩玩具。我上了2楼的厕所，顺手关上门。周成的手机密码我知道，点开和周圆圆的聊天记录，上下翻了不过20-30条，其中有一半都是付款链接，小到铅笔本子，大到赛车城堡，甚至中间还夹杂着名牌包和香水。周圆圆3句不离叔叔，真好，谢谢叔叔。叔叔，我又想买什么了？一排算下来，就已经100万有余。我拿着我的手机对上的副卡消费记录，发现除了周圆圆的这些，还有着不少转账记录，收款人是他哥。好家伙，周成这哪是跟他大哥互相帮衬，这是直接把他大哥一家供起来了吧？一天3炷香都不够的那种。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。周圆圆年纪小，估计不懂代购或者专柜，他发的链接都是淘宝。我打开周成手机上的淘宝，翻开全部订单，收货人只有一个，写的周圆圆的名字，其他的我都能找到理由。但名牌包和香水这2样东西既不能吃也不能喝，对于周圆圆来说着实有些无用，属实不像这个年纪会要的。其中最近的一次订单是2天前的，除了爱某世家的新款，还有个定制的金项链。我查了下快递预计送达时间，明天。楼下周成在喊我，老婆，点好了吗？我把周成的买卖截图和给他哥转账截图全部发到我的手机上，抹干净所有痕迹，胡乱地点了份外送日料。从厕所出来，我面色平常地把手机还回去。点好了，给你。页面还停留在我点的外卖上。周成摸了摸我的头发，想吃日料了呀，老婆。这不过是一句随口。我试探性地嗯了一声。外送的到底不如在店吃的口感。
老公，要不明天你陪我和李李去店里吃？我看见周成脸上一闪而过的慌乱，他攥着手机的手背微微抱起青筋，随后敷衍地笑笑：明天可能不行，有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要谈买卖，下次吧。说完不给我机会，他几乎是落荒而逃。我看着周成的背影，冷冷地勾起嘴角。什么朋友需要送名牌包和定制项链呢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大哥家里除了周圆圆，还有一位成年女性。更何况，我曾听周成在无意喝醉后喊过他嫂子的名字。我和周成算是相亲认识的，他大学毕业招聘进我爸爸的公司，虽然业绩能力一般，但在一众下班之后就去喝酒蹦迪的年轻人里，周成每天按部就班地回家休息，从不出去花天酒地。这个良好的作息引起我老父亲的注意，家里就我这一个闺女，爸爸一直觉着商业联姻会委屈我，怕我到婆家过得不好，干脆找个身家清白、为人老实的。只要我以后不赌博、不投资、不创业，家里打下的产业够我吃3辈子还有得多。在我爸的安排下，我跟周成见面，他虽然处处拘谨，好在长相还算干净，给人第一眼的印象是不讨厌。我这个人对于婚姻看得很淡，大概从小得到足够多的爱，多他一个不算多，少他一个也不算少。爸爸觉着周成可以，特意拉着我细数了周成的优点，说是在这个繁华浮沉的年代，一个男孩子能守住本心，以后肯定会对妻子、对家庭都负责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周成哪是守住本心，他是没钱出去花天酒地。每个月工资一到账，周成在身上只留够自己的零花钱，剩下的全部打回去养他那对吸血的父母和哥嫂。当然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我们结婚后。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周成没瞒过我，我又不在意他那点工资，想给谁给谁呗。在一起后，我带着周成尝试有钱人玩的游戏，高尔夫、马场、酒庄，很多生意都需要在特定的场合谈，他总不能一窍不通。而周成也有悟性，短短1个月就把这些摸得差不多了。那时候我还挺高兴，毕竟家里的公司交给我接手，有时候顾不上的，肯定要周成帮忙。他有能力总比没能力的好。我从来不限制周成的花销，有好几次我不在，账单走我的账户，每一笔都是6位数以上。我问了周成，他低着头承认是他花的，说是公司聚餐，领导逼着他请客，他没办法。谁家公司聚餐在高尔夫场？我对周成没设戒心，也没察觉到不对，就拍拍周成的肩膀安慰：没事，想花就花呗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转身就跟我爸告状，把周成的领导训斥了一顿。现在想想，恨不得把自己的脸抽烂。我跟周成相处1年多，吃饭我签单，买衣服我刷卡，给周成送的礼物大大小小不计其数。既然奔着结婚去的，我并不在意花了多少钱。而周成给我的是生日时淘宝上买的10块05毛的珍珠发卡。第一次给我戴上的时候，珍珠环掉了几颗，是他拿出的一罐手折的星星，对我说这是他嫂子亲手做折的，可珍贵了。彼时看着他眼睛里的不舍，还以为这折星星的纸是拿金箔做的。现在想想，那是星星珍贵，是他嫂子珍贵吧。第2天，周成出门后，我换了身方便的运动服，戴着棒球帽和口罩。根据周成的手机定位，他上午去的公司。我在停车场等了1天，累了就刷手机，饿了就叫外卖。5点钟，周成的手机定位动了，我把口罩拉上来，他穿了身利落的西装，手上拎着礼品盒子，看那个大小，
应该就是包包和金项链。周成在车里打了个电话，我静静等着。隔了5分钟，和他的车子一前一后离开，手机定位朝着我熟悉的地方挪动，是我昨天点外卖的那家日料店。因为口感不错，以前我跟周成经常会过来。昨天还说没时间陪我的周成，打开后备箱，拿出精心准备的礼物。而餐厅门口的等候区，周成的嫂子许丽带着2个孩子早就来了，互相打了招呼。周成摸了摸周圆圆的头发，然后把礼物盒子递给许丽。她很自然的就接过来了，看样子不是1次2次，也没停多久。周成带着他们进去，4个人的背影就像一家4口。说来可笑，周成第1次吃日料，还是我带他来的。店里都是私密包间，我不好直接进去，趁着背影拍了几张照片。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周成给许丽打开副驾驶的门，周圆圆蹦蹦跳跳地抱着周成的腰，周亮不甘示弱。许丽站在灯光下看着他们笑闹，这一幕很是温馨。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，莫名出神。在很久之前，周礼也这么跟周成撒娇。那时候周礼不到2岁，因为捡玩具，脑袋碰到桌子，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，小小的身子抱着周成的腿，仰头喊爸爸我疼。那时候周成是怎么说的？这个男人扯开周礼的胳膊，脸上带着淡漠，男孩子要坚强点，整天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看到我在旁边，他才转变了态度，摸了摸周礼碰红的脑袋，脸上扯出一抹尴尬的笑。礼礼乖。我以为那是周成对孩子的教育不同，为了配合他，每次周礼受了委屈，我都会说让他坚强点，爸爸最喜欢坚强的小朋友了。现在看来，周成哪是需要礼礼坚强，他根本不需要礼礼。车子汇入街道，很快消失。我从座位上下来，看着车子消失的方向，说不清楚现在的心情，但理智还在。我摸出手机，调出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，电话接通，我冷着声音：梅姐，帮我调查2个人。赵美美是我学姐，大学学的法律，毕业后自己开了家私家侦探社，我俩关系不错。她听见周成的名字，在电话那头语气惊讶：这不是你老公吗？怎么了？我的沉默是最好的回答。已婚妇女调查自己另一半能有什么原因？她大概反应过来，行，最迟3天，我把资料传给你。挂了电话，花坛旁边有椅子，我企图把混乱的思绪梳理清楚。我很明白，我对周成没有特别多的爱，可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，难免会有情感寄托。我一直以为，哪怕为了孩子，我们俩也会将就下去。现在看来，还是我天真了。调查资料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梅姐把文件发给我的时候，看着上边密密麻麻的照片和文字，我的脑海嗡的一声。高中同学、暗恋对象、阴差阳错、密切联系，这几个词放在哪本小说也是男女主虐恋情深的存在。合计我就是个恶毒女配。书房配置2个电脑，周成还没回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根据文件上的时间线，周成和许丽曾经在同一所高中上学。那时候周家穷，他不敢给许丽表白。高中毕业，班级聚餐，不知道谁把许丽叫过来了，借着酒劲，周成和许丽睡了。刚成年的岁数，他俩都有点害怕。之后2个月没联系，证据到这就断了。再往后就是许丽突然和周成的哥哥周宇结婚，那时候周成在上大学，也就是说许丽没有上大学。但是根据赵美美发来的成绩单，许丽的第1志愿是被录取了的。第2年，周圆圆出生，早产儿。梅姐资料做得不错，
连周圆圆出生时医院记录的体重都有。我从手机上查了早产儿的数据，双方对比，屏幕的光照在我脸上，我冷笑一声：什么早产儿？谁家早产儿一出生就是7斤？我心里隐隐有了个可怕的猜测，如果真和我想的一样，那就证实了许丽之所以不上学的原因，以及周成为什么总是给他哥转钱，头上那么大一顶绿帽子，让周瑜忍着，可不得拿钱砸吗？文件还剩下最后2页，周成突然推门，我看得太认真，没发现他什么时候回来的。老婆，楠姐喊你下去吃饭呢。他自然而然地朝我走过来，屏幕上是最近公司做的单子。我嗯了一声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光看订单数据了。没听见？你刚回来吗？手臂挽上周成的胳膊，我强忍着恶心，不给他坐下的机会，一块往楼下走。因为在订单后边，是我还没来得及擦掉的资料文件。从那天见过许丽之后，我没刻意关注周成，不知道他最近干嘛了。周成跟过去一样，老老实实汇报自己的行程，每个时间段都能对得上，乍一看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仔细琢磨，他说的时间线水得很，有些东西根本无从查证。李李坐在自己专属的位置上，楠姐给他做的营养餐。我过去亲了亲儿子的脸蛋，他笑眯眯喊我妈妈，周成却毫无动摇，拉开椅子坐下。周里的眼睛像我，鼻梁像爸爸，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周成对他的态度和周圆圆天差地别。我鼻尖一酸，摸摸周里的头，李李乖，吃饭。那边周成已经嗦完一根鸡翅了，我没多少食欲，胡乱地扒拉2口。餐桌就我们3个人，周成和我坐得有些远。老公别动，就这灯光。我靠近周成，他没察觉到不对，问了一句：怎么了？我把手摸上周成的脑袋，恶狠狠地往下一拽，有白头发。他被疼得嘶了一声，手劲挺大的。那是我一把拽了好几根，能不大吗？面上一脸无辜，肯定是老公最近工作辛苦了。你带着李李先吃，我上去给你放水，晚上好好泡泡澡。转身上楼，我立刻找了个干净的小袋子，把拽下来的头发小心放好。这可是用来和周圆圆做亲子鉴定最有力的证据。浴缸里放着精油，周成只穿一条平角内裤出来，他这些年身材保持得不错，头发湿漉漉的，一上来就想亲我。我故作镇定地推推他的头，走开走开，头发还滴水呢。周成委屈巴巴，老婆嫌弃我了。那之后就是拿脑袋蹭被子。在他看不见的角度，我撇撇嘴，对了老公，后天周末李李说想去游乐园玩，趁着有时间，你把大哥一家叫过来呗，正好圆圆亮亮能和李李一块。周成猛地抬头，我把玩着被脚边的流苏，他看起来还挺惊喜。行啊，那我一会给大哥打电话。说是一会，周成根本等不及，当着我的面拨通号码。接电话的是许丽，听说邀请他们来玩。许丽语气里带着迟疑，圆圆亮亮倒是有时间，但你大哥还得上班。周宇在我爸的公司，也是周成安排的，毕竟按照周宇的真实学历，根本摸不到我家公司的边。要是以前，我肯定就说给人事那边打声招呼，让周宇直接出来就行了。但是我这次的目的只是周圆圆，当即对着手机：没事嫂子，那你带着圆圆和亮亮一起来。挂断电话，也不知道是能见到自己女神的激动，还是出于对我的愧疚。周成爬上来要跟我亲热，脑袋蹭着我的胸口：老婆你摸摸，头发不湿了。我一脸假笑，最近太累了，下次吧。随后直接给他表演一个秒睡笑话，
现在的周成在我眼里就和一只人形大蟑螂差不多，我还跟你亲热，我不拍死你就得了。第二天趁着周成上班，我把剩下的文件看完了。周成和许丽之间有猫腻是实打实的，现在就看周圆圆和周成的关系。把资料拷贝到我的手机里，电脑上删得干干净净。我肯定要和周成离婚。但是这些年，他从我手上拿走多少钱，又靠着我爸爸的身份得到多少福利，我要他一点点的都还回来。公司现在还是爸爸的名字，可我占了不少股份。如果离婚的话，周成肯定要分走一半。我强打起精神，立刻打电话着手准备。当然，一切都是背着周成进行的。周末，许丽他们一大早的就过来了。周礼穿好衣服，开开心心的带着哥哥姐姐去自己的玩具区玩。我从楼上下来，许丽坐在沙发上，包放在旁边。我一眼就看出来，这是前2天周成才送的那个，这简直就是明晃晃的打我的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脸上带着笑：“嫂子，来这么早，吃饭没？”许丽站起来：“吃过了，都是圆圆他俩。一听说要去玩，等不及，赶紧过来。”说话的时候，周成穿着休闲运动服进来，一屁股坐在许丽旁边。要是平常，这种小细节我并不在意，但当有些东西放大以后，我突然发现周成和许丽穿的是情侣鞋。许丽可能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往旁边挪挪，故意解释一句。周成还跟长不大的小孩似的：“对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把3个小孩叫下来。游乐园离这边有点远，一辆车肯定坐不下。”我等着周成表态，果不其然，他从车库拿了钥匙：“老婆，嫂子不会开车，你带着李李一辆，我开车带着嫂子他们，根本不是商量。”其他人都很自然地接受这个安排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周礼有点委屈。我也想跟爸爸一辆车，从小没得到多少父爱，在这个时候看到哥哥姐姐能跟爸爸一块，周礼更羡慕。许丽脸色有点尴尬：“要不然我跟弟妹一起，让李李过来吧。”周礼眼睛一亮，不等跑过去，周成啧了一声：“我哪能看住3个孩子，闹腾死了。”周礼听话，跟你妈妈一起。周圆圆和周亮兴高采烈地爬上车子，我蹲下来抱着周礼：“乖，有妈妈就够了，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。”只是这件事坚定了我要离婚的想法。游乐园门口停了很多车，周圆圆走在前边，扎的马尾甩来甩去。周成的车子后座，我提前拿胶带粘过。周圆圆在车上不老实，头发肯定会被粘住，衣服上散落几根。我故意揽着周圆圆的后背，实则把这些头发收集起来。周亮按年纪和周成对不上，但是这种事谁好说呢？他头发短，粘不住，要想收集到，只能另外找机会。这个机会来得很快，周亮贪玩，爬上成人区的高台，失足掉下来。那时候我在陪着周礼，听见哭声才过来，地面一片鲜血，周亮哭得吓人。游乐园的管理人员打电话叫救护车，而周成和许丽不见人影，足足过了5、6分钟，他俩才一前一后的急匆匆地回来。周成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指责我怎么看孩子的。我眼神落在许丽嘴上，她来之前的口红掉了一大半，看模样还来不及补。周礼吓得抱紧我的脖子，周成抱着周亮，许丽陪在旁边。我悲哀地发现，周成名义上是我的老公，可在关键时刻，我身后空无一人。救护车拉着周亮去医院，坐不了太多人。周成嫌弃地瞥了我一眼：“你带着周礼回去吧。”地面上那滩血刺眼，我冷漠地笑笑，把血液和头发
都收集起来，巴不得不让我去。有了这3个人的样本，我花了大价钱，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亲子鉴定中心。加钱的情况下，6到7个小时就能出结果。鉴定的单子出来的同时，我接到周成的电话，那边语气恶狠狠的：“江青，你看不好孩子，难道连个电话都不能打吗？这么长时间，连一句对亮亮的关心都没有。”背景是许丽的哭声。我看着单子上血红的报告结果，经鉴定，周成与周圆圆有99%直系亲属的可能性。经鉴定，周成与周亮有99%直系亲属的可能性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如你所愿，周成，不光是周亮，你们家所有人我都会关心到的。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良苦用心。周礼或许是白天被吓到了，晚上开始发烧，迷迷糊糊里开始喊爸爸。在他幼小的心灵，父母是他最大的依靠。我给家庭医生打电话，半夜折腾着给李李打了退烧针。看着他困得睁不开的眼睛，还在小声地哼唧：“爸爸，别生气。”我又开始心软。为了李李，我是不是要给周成一个机会，至少不要让周礼童年缺失父爱？周礼中间稍微清醒一会，小小的一个，头上贴着退烧贴，他拽着我的袖子，眼睛里水汪汪的：“妈妈，爸爸回来了吗？”我摇摇头。周礼小声：“是不是爸爸还在生气？哥哥受伤了，他会不开心的。”以前我忙的时候，周成偶尔会带周礼去跟周亮他们玩，不知道究竟发生过什么，让周礼有了哥哥受伤，爸爸就会生气的想法。我摸摸周礼的脑袋，和李李没关系。你想爸爸的话，妈妈给他打电话好不好？我在周礼期待的眼神里拨通周成的电话，那边没人接，记不清楚究竟打了几个。周礼的眼睛越来越暗，他的烧还没退，撑不住睡过去。可睡之前还在嘱咐我，如果周礼接电话，记得叫醒他，他要给哥哥道歉。对面的手机关机，我守了周礼一夜，直到早上他才退烧。楠姐上来跟我换班，心疼的让我赶紧休息休息，心力交瘁。我回到房间，却刷到许丽的朋友圈，守了一夜，儿子睡着了，谢谢陪伴，我一定会坚强的。配图是头上包着纱布的周亮照片，以及他身上盖着的周成的外套。我放大图片，昨天打了一夜的号码，手机就在周亮病房的床头。这一刻，我和周礼仿佛是个笑话。我是被周成从床上拽起来的，一夜没睡，好不容易补会觉。周成穿着白天的运动装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“亮亮头上缝了8针，你还有脸睡觉？你他妈是冷血动物吗？”我突然起来，还有点茫然。我昨天给你打了一夜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周成单手叉腰，亮亮疼得哭了一晚上，我哄了一晚上，哪有时间接你电话？我看着周成的眼睛，李李昨天晚上发烧，一直在喊你，他似乎有些烦躁，发烧就去看病，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用？我能给他退烧吗？那你在医院呢？我反问一句，你在医院哄着周亮，他的伤口就能愈合。周成，你要记住，周礼是你的孩子，你有责任陪伴他。或许是我的冷漠态度刺激到周成，他一脸煞气。江青，亮亮也是我的责任，他受伤的时候你在干嘛？一个成年人连孩子都看不了吗？我差点被气笑了。他说周亮也是他的责任，这倒是真的，但关我什么事？我在看着李李，他年纪小。周成直接爆发，面色通红，喘着粗气。周礼，周礼，你每天就知道周礼，难道圆圆和亮亮不重要吗？相比较起来，我整个人冷静的可怕。我当然最重视周礼，他是我的亲生儿子，
难道我放着自己的孩子不管，去管别人孩子？再说了，我拨了一下头发，周亮出事的时候，嫂子去哪了？她是周亮的亲生母亲，不该是她的责任最大吗？我如愿看见周成眼睛一闪而过的慌乱，他强撑着态度：“现在是在说你，提别人干什么？而且亮亮出事之后，嫂子一直在医院陪着他。他的意思是许丽比我善良。”我勾着嘴角笑笑，只是有点奇怪，不规避孩子的风险，选择等孩子受伤再进行关心。那个游乐园也没有什么大人单独玩的项目吧？他一个人消失那么久，能去哪呢？以及作为一个母亲，怎么我陪着周离你就觉着我冷血，嫂子陪着周亮你就觉着是对的？周成，你到底是我老公还是嫂子老公？我问出今晚最难听的一句话，周成没忍住，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当时我们俩都没说话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周成往后退了半步。这一巴掌是让你清醒清醒，我这2天住在医院，不会回来了。他转身就走，脚步里藏着慌乱。等到房门关上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给你敛了狗东西。我立即着手离婚前的准备，找人清算共同财产，财务这边还没给出具体数额。我突然收到周宇的信息：弟妹，你现在手上有闲钱吗？能先借点给我不？我和周宇加上微信这么多年，单独说话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。我皱着眉头看着手机屏幕，没有回消息。周宇却不依不饶地打了语音电话，一张嘴就是100万，听起来不少，但是根据之前周成给周宇的转账记录来看，100万还在周成的接受范围之内。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上我。我顺嘴问了句：“大哥借钱是为了亮亮吗？看病毕竟要花钱。”结果周宇比我还茫然：“亮亮咋了？”我就是最近手头有点紧，身为周亮的亲生父亲，在孩子出事的2天内还不知道消息。我脑海里灵光一闪，周圆圆和周亮都是周成的孩子，那么这个事周宇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如果成功，那么财产就没清算的必要了。有倒是有，不过我手机上只有80万，剩下20万你来家里拿行吗？周宇自然愿意。我吩咐楠姐去取20万现金，自己则是在家里等着周宇过来。和周成长得不像，周宇矮，龅牙，看起来邋里邋遢。当着周宇的面，我把80万转给他，但脸上露出为难。大哥，你也知道现在不是年底分红的时间，咱们虽然是一家人，这钱谁花都无所谓，但是我往上指了指，总得给上边一个交代。周宇立刻反应过来：我懂我懂，弟妹，我给你写个借条，你放心，大哥肯定会还给你的。楠姐送上纸笔，趁着周宇写借条的同时，我借口用他的手机打个电话，随手把针孔摄像头塞进周宇手机和手机壳中间的位置。100万到手，周宇乐呵呵地从我家离开。而我看着桌子上的借条，冷笑一声。我停了周成的副卡，毕竟刚给他哥100万，手上没钱很正常。而周亮在医院住 VIP 房，请3个护工，处处都是钱。游乐场承担周亮的医疗费，人家不是冤大头，多余的钱不会花，所以周成一直刷的都是我的副卡。前2天还信誓旦旦说不回来的周成，没到下午就回来了。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依旧是质问，问他的卡怎么没法用了。我点点手机上周宇的聊天页面，恶声恶气：你哥刚拿走100万，我就是提款机也得还2分钟才能吐钱吧？周成皱着眉头，他要钱干什么？当然是赌博。周宇要钱之后，我立刻让梅姐调查周家所有人的信息，
梅姐的资料还是很全面的，但话肯定不能这么说。我装的无辜，他是周亮的亲生父亲，要钱肯定是给周亮治病，不然还能干嘛？周成被恶心了一下，待了不到10分钟，又走了。而我慢悠悠地打开连接电脑的摄像头，半小时，周成的声音出现在画面里：“你这次又想干嘛？我这个月已经给了你150万了，你又要100万干什么？”周宇正在手机里和人约推牌时间，他不无所谓地抬起头：“老子想要就要，关你屁事！”周成恶狠狠地握着拳头：“我警告你，周宇，你离江青远一点。”至于原因，周成没说。周宇冷哼一声：“老子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老子不找他要找谁要？我还真就告诉你了，周成，你对老子态度好点，不然老子把你的破事抖搂出去，跟老子有个屁的关系。”听到这里，我大概明白周圆圆和周亮的身份，周宇是知道的。也就是说，为了钱，他甘心戴上这顶绿帽子。整个周家没有一个无辜的。我靠在椅子上，看着平常在我面前装得温文尔雅的周成，像一只发了疯的野狗。那之后就是他俩互相对骂的记录，我也从对骂里知道了不少信息。周成当初之所以和我结婚，也是为了我家的钱，再加上我长得还算不错，他家里家外红旗不倒，彩旗飘飘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但现在不会了，我为他们酝酿了一场复仇大戏，如今正式开场。周宇毒瘾大，我砸钱找人陪他玩，拖着他一步步欠下巨额贷款，没钱还，周宇就去找周成。周成的副卡停掉之后，他连周亮 VIP 病房都住不起，只能转到普通病房。对于周宇一天18个要钱电话，周成急眼表示自己没有钱，就是逼死他也没有。双方拉扯，周宇威胁周成要把周圆圆和周亮的身份告诉我。周成口不择言，让他想说就说，大不了和我离婚，看看他周宇还有现在的好日子过没。周宇知道周成说的是真的，他也只是吓吓周成罢了。而这一切都从周宇手机里的监控传到我的电脑。我给高利贷的打电话，告诉他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贷款公司找到周宇，让他赶紧还钱，不然就卸了他一条腿。这些人都是混黑的，一个个凶神恶煞。周宇被吓得跪在地上磕头，实在没办法，他把主意再次打到我这里，这次一开口就是200万。我让他写完欠条，依旧把钱转给他。等周宇一走，我立刻把截图页面发给周成：“你的副卡再等等，钱给你哥了。”这像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周宇有钱，周成就没有；周成没钱，周亮就没办法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。而周成欠下的贷款，转手又回到我这里。神不知鬼不觉，周家陷入混乱。周成终于低下那颗高昂的头颅，回来跟我道歉：“江青，我错了，我当时不该那么冲动。亮亮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花钱，你能不能跟岳父说一声借钱？”我靠在身后的沙发上，看着几天不见的周成，面色苍白。周成，从小到大，我父母都没舍得打过我。话音刚落，周成左右开弓，对着自己的脸就是10几巴掌。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错了，我该死。他的脸很快通红，我看着只有痛快，没有心疼。等到巴掌声渐小，我这才站起来。行，我回头给我爸打个电话，至于能不能借得到，我没保证，也没具体时间。周成老老实实在家待了2天。我看着他就心烦，何况我的复仇计划这才第1步，他在到底不方便。我故意发了2个朋友圈，照片上带着周成的手表，许丽有我的微信，
他自己在医院带孩子，没人帮忙，我就不信他能忍住周成在家过好日子。当晚，周成饭都没吃，接了个电话就急匆匆地走了。我陪着周礼读完绘本，哄着他睡着。如果说结婚给了我唯一的好处，大概就是让我拥有一个懂事的孩子，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原谅周成的理由。计划继续，周宇刚还上贷款，立刻投入下一波的赌博。那些赌场老手都是我花重金请来的，他哪是对手？很快又输得欠下一屁股债。这次周宇学精了，他不找周成，直接找上我。反正只要一个借条，我就能把钱给他。但他想多了，我的计划开始正式收网。周宇要钱的短信和我爸转钱的信息截图，我同时发给周成，他还没回来。我爸拿了300万给我，但是你哥又要钱，这300万到底给谁？周成的电话下一秒直接打过来：江青，你听我说。楠姐侧过身子，电话还没挂断，她身后周宇舔着笑脸，卑躬屈膝。弟妹，声音有些大，正好被周成听见。我放下手机，大哥今天怎么又过来了？周宇连沙发都没敢坐，双手拘紧地搓着衣角。那个啥，你看你这还有钱不？能再借给大哥点不？电话里，周成扯着嗓子让我不要借给周宇，他马上回来。我开了静音键，却没挂断电话，语气有些犹豫：大哥，不是我不想借你，只是最近我手上也确实没有多少，就剩下最后300万了。300万刚好是周宇欠下的贷款。周成回来的时候，周宇已经走了。我把钱给了周宇，顺便还拿出他手机里的微型摄像头，这东西现在已经没用了。周成跑得急，气喘吁吁：江青，钱呢？我把玩着手机上的支付页面，抬手拿给周成看：给你哥转过去了呀。语气之无辜，态度之淡然。他暴躁得像一只疯狗。你给他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这钱是给亮亮治病的，他拿了有什么用？我皱起眉头。周成，你搞清楚，第一，你哥都找上门借钱了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不可能不给他吧。第二，你哥才是亮亮的亲爸爸，相比较你这个叔叔，你哥更疼亮亮才对。亲爸爸3个字戳得周成脸色难看。他和他的白月光生了2个孩子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挂在他哥名底下。周成手背上的青筋暴起，但对于我的话，他不敢反驳，只能软下态度哄着我。江青，我哥那人的脾气性子你也知道，他只考虑自己，自私得很。亮亮还小，你身为婶婶，也不想看到亮亮一辈子脸上顶个疤疤。你能不能想办法问岳父再要点？他贴着我的身体坐下，在医院几天没洗澡，身上散发出一股馊味。我屏着呼吸往旁边挪了一下，沉默片刻。周成，我们离婚吧。周成面色苍白，唯恐我察觉到什么。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说离婚？是不是周宇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别相信他。我的声音和周成的声音重合。周宇一天是你亲哥，他来借钱，我就不能不管他。咱俩办个假离婚，以后你哥没有借口问我借钱，我也不用填他这个无底洞。你是李李的爸爸，我不可能不管你对不对，副卡还是给你，你想用钱随时用。说完，我才像是不理解地看着周成。大哥没说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听到我说假离婚，周成脸色缓和，他不赞同的双手搭在我肩头。没，大哥喜欢胡说八道，我怕他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。假离婚是啥意思？我单手撑着脑袋，身体故意靠在一边的沙发垫子上，去民政局打个离婚证，等下次你哥再问我借钱，我直接把证甩给他看。没有这层关系，他肯定不好意思再借咱的钱。
亮亮的后续治疗确实也是一笔大花销。我夸张语气，最近这段时间，光给你哥都给了600万了。这钱要是给亮亮和圆圆，上到大学也用不完，更何况再这么下去，还不知道得填多少600万给你哥呢。我故意提起周圆圆和周亮，再加上这些年周成确实被周宇要钱要怕了，他咬咬牙凑近我：“老婆，那这个财产分割，从周亮出事到现在，这是周成第一次喊我老婆，他甚至没有提李李一句，为的还是钱。”我心里冷笑一声，手却不客气地捶了周成2下。财产和周礼当然都归我，怎么假离婚而已？你还想拿着我们的钱出去包小三吗？你是不是想抛弃我？是不是想重新找个年轻的？你看我揍不揍死你？周成笑着抱紧我的下巴搭在他肩膀，脸上表情冷漠。周成轻声哄着：“哪能呢？我周成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媳妇，别人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”这是尽早不尽晚。当天下午，周成连澡都没洗就被我拖着去民政局。我在车上不忘给他画饼，等证拿到手，我再跟我爸要钱。我和李李在家暂时花不到什么钱，到时候都给你转过去。周成听得眉开眼笑，人家离婚双方都是大打出手，只有我和周成和和气气，签字扯证。我庆幸离婚冷静期还没正式实施，红色本本一到手，周成还炫耀似的朝我挥了挥：“老婆，有这个就不怕大哥了。”我笑眯眯的点点头：“是啊，我准备了这么久，为的不也是这个吗？”估计周成要去给许丽汇报自己的离婚证。当天送完我回来，他迫不及待地说去医院看着亮亮。我嫌他累，不让他开车，叫了个滴滴送他过去。落下的车窗外，我背着包嘱咐他：“路上慢点，注意安全。”等我爸转钱，我就把钱给你送过去啊。出租车一走，我把车钥匙丢给楠姐，态度冷淡。楠姐把车开到车库门口的锁换了。周成确实收到我的钱了，不过是周宇600万欠款的借据，我直接邮寄到医院。与此同时，周成收到我爸公司 HR 的辞退通知，由于周成的能力和职位不匹配，公司按照加3个月工资的赔偿，直接让他走人。一块走人的还有靠着关系上来的保安队长周宇，花小钱办大事。我看着手机上另外转回来的300万，抿嘴笑笑，这点钱我赔得起。周成打电话给我，他还天真的以为假离婚呢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吹了吹手上新做的指甲，恍然大悟：“哦，弄错了。”他声音里陪着笑，我就知道是 HR 弄错了。岳父怎么会辞退我呢？我笑眯眯地纠正他：“是借条弄错了，我打算寄给周宇来着。不过你跟他是一家人，这些年你替周宇擦的屁股也不少，这借条给你给他都一样。”周成冷下语气：“江青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装了。周成，只要拿了离婚证，法律上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还有，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许丽的关系？”电话那头，周成还在找借口，我却懒得听了，直接挂断电话。周李在楼上玩玩具，我怕事情出来，周成会对李李下手，特意给他请了1个月的假。上楼的时候，周成还在锲而不舍地给我打电话，我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。周成从医院出来，家里的锁换了，公司那边我也跟我爸打过招呼，他整整在门口蹲守了1个星期。期间周宇也来过1次，他还不知道自己被辞退的事，毒瘾没戒，除了我那600万，他又欠下高利贷300万，不知道兄弟俩说了什么。我从门口的监控看到他俩大打出手，
有路人报警，周成、周宇都被警察带走喝茶，而我一纸诉状把周宇告上法庭，让他还钱。没有了我们家帮衬，周成根本帮不了他哥哥。3个月后，法官上门拍卖周宇现在住的房子。这房子当初周宇只出了3万块钱，剩下都是周成掏的，还给我无可厚非。拍卖的同一天，周成不知道借了谁的手机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在电话里问我能不能放过他们，别要600万了。他现在一天打3份工，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，可1个月也只能挣1万多块钱，就算不吃不喝，也得还50年。何况他还得养着一家老小。周圆圆和周亮习惯索取高昂奢侈品，每次出门至少上千块。许丽以前靠着我过的也是富太太的生活，现在没有名牌包，没有首饰礼物，她看周成越来越不顺眼。曾经的白月光成了米饭粒，2个人天天吵架，有几次还动了手。我给周礼重新找了个学校，正在送他上学。手机连着蓝牙，我声音冷漠：周成，你在欺骗我的时候，早都该想到这一天。我不会心软，你也不必再打电话给我。电话挂掉之前，我听到手机那头的周成泣不成声。周礼稚嫩的眼睛看着我：妈妈，刚刚是爸爸说话吗？我拉开车门带周礼下来，摸着他的头发：李李，你想爸爸吗？周礼懂事的摇摇头：爸爸喜欢哥哥姐姐，不喜欢李李，李李也不喜欢爸爸了。一段时间没见，周礼终于对他父亲死心。我笑着亲亲他的额头：李李，以后你只有妈妈就够了。目送周礼欢快地跑进校园，他身后背着的蓝色书包，正是曾经周圆圆问周成要的那款。我的孩子，我会给他最好的一切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